美国的期中选举，川普的部分已经确定输定了吗？川普准备要宣布的是国家进入紧急状态，这不是不可能。等一下我们回来一起做讨论哦。另外，战争推升了油价，通膨怪兽在美国也回来了。今天就这些议题会一起来做关心。美伊战事升级，美国自己的内部却爆出了另外一场危机，是川普更要紧张的，正在快速的引爆。因为呢，我们来看到最新消息，川普的这一位亲信，他是提克丁。公开主张，他说：“接下来不是很快就要期中选举了吗？年底的期中选举，他其实非常担心可能会失控，所以呢，他现在建议川普啊，你应该要考虑宣布，如果失控的话，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甚至由联邦政府来接管选举程序。大家有没有觉得有一些熟悉呢？由联邦政府来去接管这种选举程序哦，因为呢，上次挑战类似的选举程序的人，就是因为内乱首谋罪，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的这一位韩国前总统尹锡悦了。如果真的美国也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来自于 CNN 的分析，他说这将会引爆美国数十年来最严重的一场宪政危机。而为什么这一位亲信会提出这么样一个失控的一个提案呢？原因就是因为呢，最新来自于博彩平台做了一个分析，他说因为啊，民主党现在看起来会拿回众议院，而且重掌参院的几率持续的上升，取得过半的几率，甚至他说有可能高达80%，所以如果说川普真的失去国会的话，他会提前进入跛脚总统的一个时代，所以他的亲信才会提出说，这个国家紧急状态来去接管选举的构想，是否我们可以解读代表共和党现在选群已经非常危急到恶劣成这样子了，所以他只好走上这一步吗？那汉庭怎么看？觉得非常厉害啊。这个有点像是期中考前1个月才发现说没读书，所以就开始琢磨着思考着能不能干脆把考场砸了来重考。那当然他还没有宣布，也没有正式来公告这个事情，目前他都只是媒体的报道，或者是所谓亲信的建议方案，而是近期越来越多人开始谈。这条新闻呢，从2月就开始浮上台面，当时的华盛顿邮报啦、PBS 等媒体都有报道过，3月的时候也都有陆陆续续报道。在比较早期的时候，大约3月份呢，川普还要正式否认说，我不会采纳这个方案版本。那第一个所以目前他更多是在测风向跟试水温。不过我们还是要先看，就是他到底是选情有多烂到就是要动用紧急状态。你看2、3月提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打伊朗的事情啊，所以当时就是搞这干嘛呢？可是现在来看，糟糕，好像不行了，就是因为发现选情对共和党越来越不利，尤其呢是在众议院当中，很可能完全被翻盘掉，变成是民主党占多数啊。原因很多，包含了自己就不是多数的领先，那也有很多共和党的人呢，他是自己要退休了，不争取连任了，交接给新人就会比较的困难。所以这边看到说，不论是在什么博彩网上的变化啦，以及目前考量到各种的通货膨胀种种的因素，那美国川普政府没有办法拿出务实可靠的解决方案。本来认为说呢，让中东的战事休息，那至少油价就能够回稳，通膨呢也能够解决。但是现在看起来又打起来了，所以整个事情焦头烂额。那不过呢，这所谓的根据17页说因为有一个分析内容叫做因为大陆干预大选，那所以呢他们就要启动一个紧急状态。但是这个所谓的中国大陆2020年干预大选的事情呢，在美国情报界2021年3月的报告就已经打脸了，说没有这回事啊。而且当时呢，真正有干预大选被证明的是比较亲近俄罗斯。俄罗斯呢帮的是谁呢？帮的也是川普，所以你看这其实是比较吊诡，但总而言之不重要。就是目前美国共和党川普的亲信试图要搞一套叫做抗中保美的剧码，这个以前中国大陆乱我大选，所以我现在就要采取一些必要的手段，然后来防止中国大陆的干扰。但是这些手段呢，在美国的宪法体系当中是所不允许的，因为它是让地方，因为每一次的选举都是州政府来做主导，现在等于是白宫要去跨越跟侵蚀到了每一个州政府的选举权利。那你白宫顶多可以定一些那个象征性的，或者是一些比较空泛式的、规范形式的。但如果要很具体规范到什么限制投票权啊，然后实名的这些认证啊，那州政府这关很可能过不去。那再来呢，在
真的要进入到诉讼当中，大法官连关税都打脸了，面临到这种选举的重大议题，当然更加不会同意。所以川普目前这张牌呢，只不过是暂时丢出来测测风向跟试试水温。好，所以我们看到是由川普的亲信来提出这样子的一个话，不是川普本人。或许就是要来试试水温，是说，真的如果国会失控的话，或许我们是不是可以用这一招呢？那为什么他们会这么的担心这个期中选举对共和党不利？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美伊战事持续的升温，而且川普还是在近期不断的对伊朗喊话说，你再打我，我就狂炸你等等的方式，非常的非常的强烈哦，所以造成美国的通膨又回来了。而美国人最在意的就是油价问题又持续的高涨，油价又分成好几种，包括了国际油价暴涨幅度超过了6%，然后呢，航空的燃油价格比去年同期暴涨竟然高达了80%几。同时间，俄罗斯自己也缺油哦，所以他们要限制柴油出口，导致美国柴油期货单日暴冲了11%，直接冲击的是美国家庭的生活成本再度暴增，一年期通膨预期来到3年高点，牛绞肉价格涨幅高达12.8%，超市食品价格持续的上扬，所以现在呢，美国就说，我们要来让民众觉得说，川普有能力可以抑制住他们的通膨问题，可以把这些食品的价格压下去，所以呢，现在开始压低牛肉的价格，要求这些零售商这样做。第二件事情是说，在全美呢，25座的自由燃料加油站都设立好，让民众可以去加油，告诉选民说不要太担心。那李将军怎么看？其中这次美国的其中选举，当然对川普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选举失败，他就变成一个跛脚的总统。但是你知道，这次的选举可以说川普自己一直在搬石头砸自己脚。首先，我们讲，如果依照行程来看的话，时程来看的话，美国川普这时候其实早在3月份的时候就应该展开的所谓复选的行程，但是我们看到他3月份在干什么？他在忙着跟伊朗吵架，这个打架，这个战争一直没有结束，对，他一直陷在战争的泥淖里面，他根本没有抽不出身来，去做这个在全国做复选，这是第一个，他败在这个地方。第二个，我们都知道，就美国其中选举来讲其实大部分的选民那有些比较年纪大的，他可能比较有意识形态，民主党或共和党。可是对于中间选民跟这个年轻人来讲的话，他们在意的只是自己的口袋里面的钞票够不够用可是川普从他就任以后开始，他所谓关税的这种跟中国打这个关税的贸易战，他跟全世界都打关税贸易战了那结果我们都知道，你是增加了关税，可是这些关税不都是从美国自己消费者的身上挖钱出来嘛？尤其是说跟中国的这场贸易战因为黄豆卖不出去，中国不买你黄豆，变成美国的豆农普遍受伤，而这些豆农又都是川普最铁杆的支持的盟友。那在这种状况之下你不但争取不到中间选民的支持，你反而失去你的这种盟友。第三个由于这场伊朗战争，让伊朗看到你的软弱，你川普的软弱就是国内的通膨，你会受不了。虽然说战争现在已经熄火了，可是在美国的油价并没有因此而降下来。那我们知道，就美国来讲，因为土地非常的辽阔，所以他们出门来讲的话，都要用到交通工具。远程的话都是坐飞机，近程的话都要开车他们没有大众运输工具可以用。但是我们看到，包括到远程的航空用油，现在来讲的话航空用油大涨84%这个去年5月份同期，如果去年5月份每加仑是2.21块现在1加仑涨到4.09块。那当然，油价就暴涨了84%。那这个航空票价当然也会涨那这个民众用的汽油来讲也是如此。如果汽油不是很涨的话，为什么你要推出一个自助燃油的加油站？就吃的东西来讲的话，像牛肉美国现在办一场的这种国庆。这个前2天的国庆，他办一场的这种10个人的烤肉趴，平均每一个人这个消费要到73.82美元这么多，那你说美国老百姓怎么会吃得消？那当然就会影响到其中选举了。
好，那接下来我们也关心说，那这个川普现在面对各种的压力，他也有开始使出了一些招数哦。短短的2周之内，他开始公开批评民主党是共产主义，而且说了多少81次，要制造敌人、凝聚支持者的一个选战模式吗？但是现在关键是什么呢？是这个铁杆的这些支持者或许有效，但是2026现在大家在看说，这个选举胜负应该是决定于中间选民跟年轻选民，而这些选民最在意的是什么？目前的油价可不可以往下降啊？还有这个房租跟物价等等能不能往下降啊？所以川普的这一招到底有没有用？一直不断的去这个抹灭民主党。那张将军怎么看？民主政治是政党政治嘛，那现在我们知道了，共产主义也好，共产党啊，它是个政治名词。那在川普的眼中就变成了意识形态。现在大家都是意识形态名词嘛，讲的共产主义好像不好，你是共产党啊，好像就是说有点骂人的感觉。对，被人家指责你是共产党，或者你是共产主义信奉者，好像自己好像被骂了，不是一个光彩的名词。这个在民主政治，它就变成这个样子了。然后到民主政治就是永远丑化对方，因为民主是2党政治，多党嘛。那美国是民主党跟共和党，那就丑化对方嘛。你是共产党，你是共产主义，就变成了这种丑化对方，然后美化自己，永远美化自己。你注意看，民主政治没有一个人说自己不对的，都是攻击对方，就是这样子。那美国2党政治，这个是违反比例原则了。为什么？因为他拿了51%的选票，但他全部拿所有的位置。你要拿51%了，你怎么可以拿100%呢？你是51%选票，但是民主政治赢者全拿，我只有赢1%，但是我赢者全拿。你这是违反比例原则，严重违反比例。任何东西都要有个比例原则。比例原则，大家你大吃多，你小吃小，就这样子，大家没话说了。就按照比例原则，你4个人除以4，一个人1/4，大家没一个人敢讲话。但民主政治是违反比例原则，没有办法。那我们现在看美国这个现在川普总统面对的压力当然非常大，他就会讲到共产主义。第一个通膨，目前的美国的通膨的年增率到4.1%，那年增膨率是4.1%，是很红线的了，已经很危险了，老百姓怎么活下去？对不对？2就有点了不起，你4.1%年增率，通膨太高了。第二个，现在利率美国的利率现在是3.75%，你利率一高，你就不能再降息，你降息之后又通膨。那利率已经够高了，那你要升息，大家受不了。你怎么可以升息呢？那你又不能升息，又不能降息，利率已经够高了，所以你这个可以调节的空间太窄了。美国目前贫穷人口4000万，什么叫贫穷人口？你一家有4口，你的收入是32150块美金以下，你就是贫穷。4口你就32150块美金就贫穷。对，4000万呢，要。